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腰都不太好，特别是腰不好的人，还连带着坐骨神经一起出问题的，也是大有人在。咱们今天啊，大家都看到啊，我教大家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和你以前接触的动作啊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相信我，你跟着我去练完这两个动作以后啊，你的腰部、你的神经啊，一些比较紧张的地方都能完全的松开来，而且只要经常练一练啊，就能很好的去稳固你的腰椎，打开你的这个神经的一个通道啊，释放出来一定的空间。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啊，腰、腿、背都能完全的打开，因为腰它是作为人体的一个中轴，所以腰好了，你的腿脚包括背部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跟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动作。咱们这一次啊，总共有2个干货动作，咱们先讲第一个啊，非常简单，你看就坐着啊，腿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很简单吧？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摆过这个姿势啊。你看左腿啊往下放平，右腿啊立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手臂这一侧啊，你看往前去压，压在这里，另一侧呢放在我们这个手臂的前侧啊，这样放。这个动作是锻炼我右侧的这个腰部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拉伸和释放。好，然后此时动作形成以后，把腿伸直啊，伸直，尽量去往下去伸啊。你看什么叫往下去伸呢？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往下去伸。好，当你达到极限，你看我再往下动不了了，这就是极限。动不了以后怎么办呢？好 ，OK， 我们开始把脚，你看去旋转，是转啊。你会发现啊，你哪一侧越紧，你这个脚啊转起来就越费力，而你脚只要一转动，这样一转，哎，它就带着咱们的整个腰背啊肌群全部就拉伸到了啊。咱们就这样，来，做的时候啊，是目光啊是朝下方的啊，因为我要给大家讲解视频，所以呢，我眼睛会看着我摄像机的位置。但是咱们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啊，眼睛看着下方，看我手指这个位置啊，看好，然后来转动，每天转个10下到20下，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做。2、3，很吃力的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是很吃力的。5、6、7、8，注意看我脚尖，9、10，好，转完了以后回归我们正常的一个姿势。好，此时你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这样活动一下，好，你会发现啊，这半边身子啊就像没有了一样，那么轻飘飘的感觉特别的爽。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你看，比如我锻炼我的左边要不把它牵扯开来，对不对？那我左腿就要立起来，右腿就这样啊，放好。此时一样的，把我的左手啊，你看放下去，然后右手放在左手的前方，大家看啊，右手在左手的前方，然后把腿伸直。好，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你看腿再往下伸，这个是伸直，这个是再往下。好，然后腿转，1、2、3，好，眼睛看这个位置啊，眼睛看这个位置。4，好，5啊，我们就这样做10下。6、7、8、9、10，好，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感觉原来就是你正常感觉不出来的，动作一摆出来，很多身上紧的地方就随着我们这个脚转，慢慢就显现出来了。然后转着转着，这个地方拉开了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整个腰部啊、背部，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动作。我相信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了以后，你们就会有满满的收获。最好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想要学找不到了。好，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更简单了啊，在这里呢，我的演示是什么呢？啊，我不能把头这样做这个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头是这样埋进去的啊，你看手抱背，头埋下去，但是我这里呢卡着一个麦克风，我只要一做这个动作，马上音就爆了啊，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这个动作的重要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就像晚上睡觉之前趴在床上啊，或者在瑜伽垫上都可以，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脚，你看来回的搓动啊，这个角度可能看不出来，这样看，看到没有？脚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好。我把这个动作，我马上不讲话，我把这个动作完全演示一下给大家看。
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我们正常做就是这样做啊。但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我头是要抬起来的啊。我们是正常做把头是低下去的，然后把脚你看来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就像一个小虫子在地上蠕动一样。其实我们脚在一前一后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放在后面，你会发现啊，它是在锻炼着我们的腰部，它肌肉啊是一直像2根筋啊，就绷在这里啊，来回的去搓，就是你这个脚啊一前一后来回搓动搓动，它就把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啊，我们的整个腰椎的位置啊，给它排列好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它是紧中带松，松中带紧，看起来简单，里面不简单啊。你们做的时候呢，就是动作可以缓慢，就像这样，慢慢的去做啊，挪动起来。然后慢慢的感觉这个腰啊灵活了，很多朋友刚开始做这个动作，它灵活不了，慢慢的腰灵活了，动作做得越来越好。每一下伸展，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右脚为例，右脚往下伸，伸到极限，这就是我的极限。你看，这个是正常，这个往下伸就是极限，然后回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左脚到极限，右脚到极限啊，就这样啊。每天去搓上一个50下到100下，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腰部，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一种非常好的轻飘飘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动作坚持做一做，你整个身体啊，我们讲的啊，这个腰部为轴心，然后你的腿啊、脚啊、背啊都能慢慢打开。这套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虽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啊普普通通，但是呢，你体验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和你以前接触的一些锻炼的动作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孰好孰坏呢？其实自己体验就能感觉出来。好了，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我是大伟。还是那句话，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不好的，坐骨神经啊反复疼痛的，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人啊都是由于腰部的气血不通，某一些地方啊有一些筋节啊它比较僵硬，堵着了一个点。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我们的腰部啊反复的僵硬啊、难受啊，坐骨神经啊久站久坐以后啊，就会出现腿脚啊发麻。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腰椎的气血通道，同时呢，把我们腰部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筋结啊、一些堵着的点啊，快速的让它消散掉。通过这个方法打开了我们腰椎和坐骨神经的通道，你的腰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轻松。那今天这个方法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啊跟着去看，跟着去做。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套动作啊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啊，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啊手感非常的好，而且啊疏通经络、活通气血啊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啊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首先呢，咱们双手掌心朝上握持经络棍，把经络棍的这个有小球的这一面啊放在我们的后背啊，就这样放好，贴在我们的腰处，然后呢反复横着这样去拉啊，大家可以看啊，快速从上到下往下拉啊，这个呢就像什么呢？给我的感觉啊，就像锯子一样。这个小球当中的每一个点啊，都能够充分的把我们后背一些堵着的一些气血啊、不通的地方啊，给它完全的疏通开来。大家看，啊，上下这样拉，横着拉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叫做纵横拨经术啊。我一会儿呢把这个动作全部演示完，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厉害之处了啊。我们从上往下算一次，我们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会反馈啊，这个腰部啊特别的轻松，而且从内而外的会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个热感啊是在更深层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通过这个拨经术啊，它快速的就化解了我们一些堵的地方，气血流通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感觉啊它自然而然啊就来了啊。我们就这样做，做完了以后，大家注意看啊，第二个动作，反手手背握着这个棍子，这样去握，你看手背握着啊，你看这样去握，握着以后呢，你看把我们的腰部啊微微的啊偏向一侧，然后往下看1、2、3、4、5、6、7、8，然后呢做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拉一拉啊，把我们侧面这里啊把它拉开，从上到下。好，
做上一个5遍以后，再来一样的把这个动作重复一遍啊，放在我的左侧，你看1、2，你看身子一弯，它呢就像一个刮痧棒一样。从上到下大面积的把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疏通，同时呢，上面这个小球啊顶着里面，顶到我们里面的深层，更好的把里面一些淤堵的地方给它打开，就这样，啊，咱们就这样去做。非常的舒服啊！很多朋友啊，他一些地方比较僵紧的，他做起来会感觉明显的有一些筋结在顶着这个球，但是随着你刮的次数多了以后啊，这个点啊慢慢它就散开来了。同时呢，散开来以后啊，你的腰部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这2个动作做完了，我再给大家分享第3个动作。做第3个动作的时候，咱们需要准备一个道具啊，大家可以准备个小板凳或者小石墩都可以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腿的夹角啊要小于90度，像这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棍子啊，你看塞在我们的一个腘窝处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像把这个腿啊，把这个棍子夹住一样。然后我们反复的进行一个摩擦，用这个棍子上面的这个小球啊，在里面反复的拨筋。这个地方顶着点啊，很多人啊都熟悉，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腰背委中求啊，这里啊就是委中。啊，把这里呢气血给它活通了啊，把里面这个2个大筋啊给它解开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腰部啊、你的神经啊都会得到一个释放。那么这里呢有2个筋啊，大家可以去摸啊。第一个是内侧，你这个手啊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一个是外侧啊，手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特别是你腿啊向回发力的时候，都能摸到这2个筋。我们一定要连筋带里面的这个委中啊一起给它啊打开，就这样，反复的搓。搓上一个10到20下以后，把这个棍子啊往回刮，你看1、2，刮的时候有巧劲的啊，不是用蛮力。你看棍子手腕一转，让这个小指头啊顶着上面，然后呢身体你看往上一立，这个时候呢棍子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向上的力，然后往回1，你看我的腰部动作，2，刮的是非常的渗透，3、4、5。这里呢，很多人啊都是堵着的，所以很多人啊做完了以后会反馈啊，这个大腿的这个后侧啊，包括里面啊，有些朋友啊会出痧啊。其实痧呢，我们说啊叫离经之血，这个出痧以后啊，代表着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了。所以呢，出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我们就这样啊，你看，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左右。好，我们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不急着做另一条腿啊，活动一下腿，你会发现啊，这个腿和腰啊，就这一侧的腿和腰啊，更加轻松了。我们再做另一侧啊，这个动作非常好，大家看啊，腿往上一敲，然后呢，这个角度一定要注意啊，角度小于90度，腿往回。好，用这个小球啊往斜上方一顶，顶着上面以后呢，你看，摩擦啊，20下到30下左右，微微发热。然后手你看换一个姿势啊，然后来1，看我的腰部，2，完全打开，3、4、5、6，把大腿的后侧全部疏通。好，就这一套动作可以让我们的腰部、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更好。这套动作希望大家坚持去做啊，坚持去做上一个15天到半个月，你会发现身体的一个变化之处。同时呢，这把经络棍也有很多种用法，不仅仅是针对腰，还有针对我们的肚子的，针对我们的肩膀的。我会后面啊一一出教程教给大家，这个经络棍怎么把它的价值啊发挥到最大。最后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90年代的时候啊，流行过一阵气功热。当时有一个做法啊，是广受大家的追捧啊，叫做白云坐。这个白云坐啊，练过的人都说好，至今还有人啊一直在练。这个白云坐有哪些好处呢？就是你的腰椎啊，比如说腰不舒服，或者呢你的腰背啊、肩颈啊不舒服的啊，坐骨神经有些不好的，经络感觉堵的，你就练习这个动作。5分钟的时间啊，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非常的通透。只要你能坚持的去练习，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就会自然而然的在纠正啊，越做身体啊会感觉越舒服。好了，那咱们今天话也不多说啊，如果你感觉这个动作对你有帮助，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一划走找不到，那就非常可惜了。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白云坐的动作。我们首先啊先讲一下白云坐的盘姿啊，它的盘坐姿势。你看我的右脚要贴着我左边的臀部，像这样啊，靠着它。好，靠着以后把姿势调整好啊，然后用我的左脚，你看迈过去，迈过右脚的腿
啊，你看，然后把我的这个左脚啊，你看脚底板贴地，形成现在这样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我的右腿是贴着我们的臀部，左脚啊是踏着地面。当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你会发现啊，相对而言还是非常的稳的。那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感觉不习惯，或者感觉这个腿紧啊，有些姿势啊做的不到位，比如说这个脚底板贴不到地，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尽可能的按照我们的极限去做，慢慢的你会越做越好。好了，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我们开始要把手，你看双手合十，然后往上推举，形成这样的姿势。那么在这个一拉之间，你会发现你的后背啊，就像无数根绳子一样被一下子绷紧了。你看啊，来头往上看，好，来吸气的时候，你记住啊，有一个意念，吸气的时候，你的人要像被往上拔着走一样。你看，吸气，啊，感觉人在被往上拔，吐气，再来吸气，吐气，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我做了4到5个呼吸的时间，我能感觉到我的后背啊开始往外渗出一些细汗，同时我能感觉到我后背的肌肉啊，包括一些比较僵紧的筋啊，它就像一个这个手拉在一起，逐渐啊被软化。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手往上的时候，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看吸气，你要有一种意念，就感觉有一个人啊在上面拉着你的手往上去抬，啊，要把身体啊给抬起来，来吸气，啊，这种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以后，然后吐气啊，慢慢的稍微放松一点，再吸气，再往上拉。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你的背啊逐渐的给放松了。为什么说这个动作啊对于我们的打开经络、腰背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姿势之下，它能够更好的把我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啊、经络啊都完全的舒展开来。所以你做完以后啊，会有一种里里外外都通透的感觉，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腰，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腰部。那么我的腰部啊，此时这个肌肉啊是被处于一种伸张的状态，再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就能快速的解决腰部里面一些僵紧的一些筋结啊。那么我们这个姿势，你看做完了以后再换一遍，一样换一遍，把这个姿势摆好。如果说你的腿摆不好，用手啊辅助一下，再把这个姿势做好。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背往上拉，吐气，吸气，吐气。好，一样，我做4到5个呼吸。那么这个动作，很多朋友刚开始做的时候会感觉不习惯，感觉有点难受，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动作的好处，你做完4到5个呼吸，你依然能感觉出来。那么你只要坚持的去练习，你不用追求一下子去做多长时间，你只要坚持的去练习。今天做5个呼吸，明天呢左右做6个呼吸，一点点去加强。你会发现，随着你的呼吸次数变多，你做这个动作的适应性啊会逐渐增强。那么适应性增强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身上的肌肉、你身上的经络逐渐就在打开了。所以当你能一次性啊做上20下呼吸，没有感觉太累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状态啊，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你的腰背啊、你的肩颈、你的经络都会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的，这个动作是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在别人那里啊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不好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腰里面啊发酸发胀。而且啊，这个腰部啊，感觉特别的乏力，做一些弯腰挺身的动作啊，特别的小心翼翼，不敢用劲。有些朋友呢，这个腰里面总感觉有根筋啊，就是揪在一起、别在一起，这个筋啊就影响了这个整个腰部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影响生活。所以呢，很多朋友啊腰不好啊，经常啊就喜欢这样啊，把腰啊活动一下，或者扭一扭啊，或者拍一拍。这么做呢，短时间之内啊，确实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啊，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没过一会儿，你这个腰啊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今天啊，大伟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能活开你腰部的一些气血。其实我们上述说的所有表现都是气血不通的一个表现。当你的腰部的气血循环能打开了，它就能代谢走腰部一些不好的杂质。那么不好的杂质没有了，腰部自然就会进行一个修复啊，慢慢的腰就变强壮了。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
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咱们这个动作是坐着做的，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们把腿先分开向上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手分别按着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然后把我们的身体随意的靠向一侧。你看这旋转旋转，把身体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那个手呢就搭过来就这样。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腰部的一个压这个压腰其实就是一个拉筋的一个过程，把腰部一些比较僵紧的结给拉开。大家可以跟着我这样试一试。如果你做这个动作感觉没有什么就感觉腰部没什么感觉，证明你腰部的两侧的这个筋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一做发现这个腰部的筋绷得比较紧，那叫多拉一拉这个动作你看一样的，你看这样转身，手一贴贴过来拉你可以看一下哪一侧比较紧，我们左右都要做，左边和右边拉起来感觉很多人是感觉不一样的我们就这样去拉一拉。好了，我们左右各做2次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给这个动作再升级一些难度。你看一样的，你看把这个动作保持好，然后把手你看就这样挥动就可以了，就往上挥你看就这样挥就可以了你看在这个姿势之下往上挥这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感觉出来了背后一根筋连着我们的腰部有牵扯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紧绷之下呢，我们这样去做就能够很好的把一些腰部后面的一些结节粘连的地方给打开，同时呢打开我们腰部的一个气液循环就这样。你看1、2、3、4。好，我们一般做5到10下，但在这里呢，我们暂时先演示一个5下因为时间有限。到这一侧一样的，你看1、2、3手这样挥4、5。好，做完以后呢，你可以活动一下你的腰，看一下是不是感觉这个腰上面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好了，这是第一套动作我们可以左右反复多做几次，把这个筋多拉一拉。然后呢，第2个动作是什么？依然是围绕这个姿势，双手依然是放在我们的膝关节内侧，然后开始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你看这样身子往一侧偏1，好转过来，然后再转回去2。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你看这个动作转的时候，你看回的时候是什么呢？你看身子要往后靠过来从正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来1到极限你看这个转的时候是360度的一个极限，也就是说你腰上面这根筋无论是哪边紧，我们360度这样一转，都可以把这个腰上的筋松开来。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它没有死角的，完全可以把你的腰部给拉开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你看2，转回来，好，再来转，我们可以配合呼吸你看来。吐，往前的时候吐气，往后吸气，好，定一下来，吐，吸气，定一下，吐，好，我们就这样就这样正反我们算1次，然后呢每天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做完以后再活动一下你的腰，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个腰部这一侧发热，这个热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动作的一个作用把我们里面的气血给它打开了，气血循环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不好的杂质慢慢就给代谢走了。你每天坚持练一个2到3遍，自然而然的呢，你的腰部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因为这个动作里面细节比较多，你如果不跟着视频去做的话，很容易遗忘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动作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呢，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就跟着去练上一段时间，自己掌握了，那么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同时也建议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让这个动作能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